那么从刚刚这7档金控股的绩优生来看的话，得到最多的星星的是，当然它的整个所以股价净值比最低，成长幅度最高，然后法人的买超也是最多的。大家好，欢迎收看《女王聊财经》，我是刘宣彤。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产业趋势名家陈维泰老师，要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外资热捧下金融股到底要怎么挑呢？我们欢迎维泰。宣彤好，大家好。维泰，我想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播出，刚好是美国要进入大选，总统大选投票。最近这一段时间，都因为川普那个保护费之说，就造成这个市场比较微妙，情绪比较保守一点点。可是有一个类股就是金融股，它的特性啦，所以它就比较保持稳定。我看一下10月以来，其实外资投信买超的前20大或30大都有金融股这些公司哦。今天来跟您聊一下说，到底呢，您怎么看这个金融股？尤其今年前3季金融股的获利是不错的，那这种情况到底能不能延续下去？帮我们解说一下。好，的确，我们看到最近大家都在议论纷纷哈，就是说在整个这个美国大选它之后呢，到底对我们台湾会有哪一些的一个影响？不过呢，因为台湾经济体它主要是以这个出口为导向，比较有可能受到影响，应该就是外销为主的电子股。那反而是在这个金融股的部分，因为它比较偏向于我们所谓的内需市场，我们国内经济的一个指标嘛。那所以呢，其实金融股反而在最近这1-2个礼拜，它其实并没有说受到这种所谓外在的一个变数，而造成它的一个股价大幅度的波动。对，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其实呢，今年的一个金融股，他们的获利的一个表现相当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在累计前3季的一个金融股里面哦，14家的金控公司累计就赚了5009.67亿，对，顺利突破5000亿元的大关。那么跟去年同期呢，就成长高达47.68%，几乎快要达到50%。是，嘿，好，要知道哦，金融股、金控股，它并不是我们所谓的中小型股。每一个金控公司、金融股、银行，基本上那个股本都是有几百亿甚至上千亿的。对，所以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大成长，代表其实在整个国内的一个经济环境来讲，还算是相当的一个健康。那在这14家金控里面呢，其实有7家表现的特别优异。什么叫特别优异？就是在前3季它的一个获利的数字就已经超越去年一整年的，包括富邦金、国泰金、中信金、凯基金，也就是之前的开发金，是，然后再来元大金、星光金跟台新金的部分，这7档是赚赢去年一整年的。换句话说呢，当我们现在在选择，在想说我们到底要不要这个时候去介入金融股的时候，我觉得可以从这个获利状况比较好的、成长幅度比较大的优先来去做一个挑选。那至于说在明年怎么看，其实这一波的一个降息，不管怎么样，大家对于今年或者明年的整个全球的经济的一个预期来讲，基本上都还算是正面的一个看待。那所以呢，在这一次这个降息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就认为说，经济没有步入衰退。那所以呢，在整个的一个金融股的一个表现上，它就会开始去做一些反应。反应什么？反应就是经济还在持续维持相对正面发展情况下，它的一个获利能力。好，那么在上个礼拜，我们这一个景气对策灯号，来到了这个黄红灯。OK， 那黄红灯基本上也是代表说，目前国内的一个经济状况也都还是呈现一个相对热络的一个情形。对，好 ，OK， 所以在这样情况之下，我觉得明年的一个金融股，它在整个获利的一个表现上，仍然还是会维持一个向上的一个成长趋势。好，那刚才老师你已经帮我们解释金融股获利为什么这么好的原因，但是我到底要怎么挑？有这么多档，那我们就来看看，在这么多的金融股里面，刚刚说那7档金控股的部分来讲，他们前3季的 EPS 还有他们的成长幅度到底是多大，然后再来看看他们现在的一个股价净值比。财讯想跟所有的频道会员表达最深刻的谢意，因为有你们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持续带来精彩的内容。当然呢，还有很多的观众留言赞助，以及帮影片按赞与分享，这些都给我们非常大的鼓励。再次感谢所有支持财讯的会员跟观众，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频道会员，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以及掌握投资脉动。那在刚刚的7档个股里面，我们发现到前3季 EPS 最高的就是
富邦金是它赚了8.6元，其次是国泰金赚6.77元。这2档金控公司呢，本来就一直在这个所谓的伯仲之间，在这个争这个所谓的一个金融股获利王的一个宝座。不过看起来呢，富邦金它在今年的一个 EPS 的表现，事实上是有拉开跟国泰金的距离，这个可能是领先群，第一领先群。那么接下来就是属于中信金、凯基金、元大金，还有星光金跟台新金的部分，他们的 EPS 大概就在1块多到2块钱左右。那中信金更好，它差点要接近3块钱，在前3季的部分。好，所以呢，在前3季 EPS 的部分来讲，我们给第1名跟第2名各给1颗星星，就是富邦金跟国泰金。对，好，因为我们说，虽然说他们彼此的一个这个股本有不一样，但是呢，因为 EPS 嘛是每股获利的一个定义，所以其实它代表它还是比较厉害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他们在前3季的 EPS 的成长幅度，成长最高的是星光金。好，不过呢，这个我觉得，因为它过去这1-2年比较基期比较低，对，所以一旦有出现这种所谓的一个获利的成长的情况来讲，它的一个幅度就会特别大。是，那如果说摒除掉这个星光金过去基期太低的一个因素的话，第2名是国泰金。国泰金也成长77.69%，然后其次呢就是富邦金，然后再来就是凯基金的部分。对，那么这些高成长的这个金控公司呢，基本上他们背后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他们都有这个所谓的寿险相关。所以这部分呢，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先前有这种所谓保单之乱啊，或者是什么的那有造成一些所谓的一个提列的损失。那现在看起来全部都因素都消失了。那再来呢，股价净值比的部分呢，我们就要挑选比较低的。所以在这里面呢，其实说实话，我个人认为都不算高。但如果说就比较低的股价净值比来看的话呢，星光金目前股价低于净值，只有0.7倍。然后股价逼近净值的是凯基金，是1.03倍。好，那至于说比较获利比较好的，像这个富邦金或者是这个国泰金或者中信金，也都不过才1.2倍到1.5倍左右，并不是特别的高。所以其实如果要我现在去在台北股市里面去挑选这个所谓的一个投资标的的话，我是觉得金融股呢算是进可攻退可守。尤其是在这么高的 EPS 的一个成长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去预期什么呢？预期说它在今年的 EPS 也会大幅度成长。换句话说，它在明年所配发给我们的股利也会大幅度成长。这个是可以去做预期的。再来，我们就要看一下法人怎么看他们。我们就去看法人呢，这么多的研究报告当中，我给这个最高的目标价把它抓出来。富邦金呢，最高的如果没记错是 Morgan Stanley 他给了他100块钱的目标价，那么也算是在目前我们国内金控公司里面呢，这个目标价算是最高的。不过如果说从 EPS 来看，我觉得他如果说他把它换成电子股的话，应该不止这个价格。是。然后再来国泰金给了76块钱，然后中信金41，凯基金是19，元大金37.8，星光金14，台新金20.5。好。如果说从现在的股价到假设法人预估的目标价都会到，目前呢潜在报酬最高的是星光金，高达23.35%，那么其次是台新金19.1%，这刚好就是前阵子的男女主角双龙抢亲，对不对？对，还男女主角是。那这个双龙抢亲结果可能就是后来就造成股价有点就是往下做修正，才导致说他们在现在潜在报酬率这么样的高。但是就算不考虑这2家，你可以发现到，不管是中信啦，或者是凯基，或者是元大，甚至包括像国泰金，他们现阶段潜在的报酬率大概都是2位数。但是如果说就数字来看的话，现在看起来其实星光金跟台新金它的潜在报酬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各给1颗星。好，那给完之后呢，我们就要看一下咯。虽然说法人的一个研究报告给他蛮那么高的目标价，但是我们常讲说这个听其言观其行，是听其言观其行。他讲的这么漂亮，到底有没有真的去买？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所以我帮大家来统整一下，就是在最近这5天呢，就是说这个3大法人对这些金融股的一个看法。那最近这5天呢，3大法人以外资来讲呢，买超比较多的一样是星光金。这可能跟刚刚的那个股价净值比有很大的关系啦。对，因为它是股价低于净值，
然后再来它的潜在的报酬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外资这边呢很务实的呢就去买了新光金。那么其他的呢，包括像中信啊、凯基啦，这个都是卖超，还有这个台积金就卖超上万张的一个标的。那国泰金跟富邦金看起来好像是比较持平，并没有说特别大的进出。投信的部分跟外资的这个操作的动态比较不一样，投信基本上对我们国内的金融股可以说是一面倒的看好。看到像国泰金呢，就买超了9887张，是投信买超算是第一名。然后其次是中信金 ，OK， 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元大啦，还有凯基金啊，跟富邦金，然后其次才是台新金。所以呢，我个人判断呢，这些投信去买超这些的金控公司，无外乎就是可能明年的这个所谓的高股息 ETF， 可能要去做换股的时候，有可能他们会非常的有机会去纳入到所谓的高股息 ETF 的成分股。再来，最近这5天自营商买卖超。自营商我们基本上，它比较算是属于短线上面进出的一个这种法人所以可以观察到它的进出的一个买卖超也并没有非常的一个有这种趋势性那不过买超了谁？他买超了中信金，他买超了元大金，果然呢，自营商的眼光跟外资跟投信是不太一样的，是对，他买了2个都是属于就是外资不会去买的标的，但是我觉得自营商会在这边去做买超，大概也是认为说，他接下来股价要在大跌的机会是不高的，所以呢，整合一下刚刚这3张所得到的星星呢，大家猜猜看。获利面、筹码面，还有法人预估的这个潜在报酬率，对，每一个项目你各给一个星星。那现在呢，星星就要来解答了，到底有多少颗星星？谁得了最多颗星星？对。那么从刚刚这7档金控股的绩优生来看的话，得到最多的星星的是新光金。当然它的整个所以股价净值比最低，成长幅度最高，然后法人买超也是最多的这个是得到是新光金。那么其次呢就是国泰金了国泰金它得到了3颗星星。好，那么再来就是富邦金跟中信金，他们各自得到2颗星星。对，所以如果说就这7档金控股的绩优生来看的话，以目前的这个时间点做出来的一个筛选，大概就是新光金会是 No.1， 然后再来就是国泰金，然后其次是中信金跟富邦金并列第3名。至少明年看起来，至少殖利率还很高，然后看起来这个全球的经济还没有如大家想的可能是硬着陆或怎么样，目前前景还可以，所以还没有很大的即时性风险。那你再从获利或者是说筹码跟外资的买卖，你又告诉我们说，那我们从那个背景下到底要怎么挑？那现在你已经列出7个有机会的这个，您个人也会这样买吗？好问题，因为新光金接下来是会跟台新金有可能会做合并，对。好，所以我觉得这边去买新光金，像法人买那么多，他们一定有他们的一个策略上面的一个布局。好，那我个人其实我会比较 prefer 就是会去买国泰金或者是中信金的一个部分。富邦金不是不好，而是它现在的入手价有点高。对我们来讲，我觉得如果说要买到100块钱的富邦金，我觉得获利状况差一点点，但是呢股价也稍微比较低的国泰金可能会是我的一个优先选择。而且呢，在债券的，我们讲债券，因为这一阵子不是在讲说降息有利公债价格的反弹吗？那么在债券的一个持有上，我个人认为其实国泰金它的持有公债，美国公债的这个总数其实是大于富邦金的。是，所以我觉得，如果就后续的一个状况来看，我觉得国泰金是非常值得期待。你自己的心中可能会偏向于可能国泰金跟中信金，对，这是您个人的。是。那我们再进入到最后一个话题，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说，老师你怎么选的。那如果说照老师这样选，可是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川普有没有当选，他还是会造成这个大盘一些变化。那投资人总会有点担心，说我这时候到底应不应该买进？我到底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就想说，请老师，你从你的角度来看，你怎么建议大家，我们什么时候该进场，什么时候该出场？其实金控股这种所谓的股本比较大的一个公司，它的股价大概不会是你跟我2个人买它就会上去的，对，太大了，所以它的股价要上涨，应该就是要看就是法人有没有进场去做一个买超跟抬轿。是，好，所以为什么刚刚我特别的去做这种所谓3大法人的一个动态的一个重整，就是因为假设我们今天要赚的是价差的话，我会觉得就是要看法人有没有去做一个买超，这是赚价差的主要关键。
就是要赚价差，要有一个大型的机构去帮你抬轿，对，一般人是抬不出来的。对，那如果说是呢，要现在假设是空手的人，然后要做存股的话，其实我个人认为可以先分2部分去买，就是第一部分就先有个基本持股，但是呢，第2个部分我会比较建议大家是除完息之后再买。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富邦金为例哈，因为我们基本上在做长期投资的话哈，我们会觉得说，我的成本一定不能够太高，是对，但是它又是一个长多走势，你很难买到波动里面的低点，所以呢，我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就是等到它除息之后，我们再来找低点去做介入。你会发现到，它每次除完息的价格带基本上都相对比较低，然后就开始一步一步往上去做垫高。好，所以我认为对于想要去做存股的投资朋友，我觉得可以建议你在除完息或者除完权之后去做介入，你的成本会比较低。那你可能会觉得说，老师，那我就没赚到他的息，对不对？你除完息嘛，我才进去嘛，我就没有办法赚到他那次的息。不过没有关系啊，除完息之后去做买进的话，假设他从这边涨到这边，等于说你赚到的不是息，而是价差，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呈现。那如果说你今天在这边去参加除息的话，你除完息之后呢，你的手中的持股的一个这个价值会往下掉，但是你口袋多了那个股息嘛，对，所以你必须要等到它填完息之后才真的赚到。所以我不要去赌它是会不会做填息，我就直接在它除完息之后去做介入，一样赚得到它的那个价格。再来就是说，像这种大型的一个股票，原则上就是看法人的动态嘛。那如果说法人开始出现连续性的卖超的话，那很可能它的股价就会往下做拉回。那这种情况之下，对一些想要去做波段进出的投资朋友，可能就是要去参考一下，就是这些买了很多的这些法人，他什么时候会出现连续性的卖超，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做获利了结，或者去做减码，甚至出新的动作。最重要就是那个抬轿的，如果一直下车，它一定有后面潜在的原因嘛？有可能。对，后面潜在原因可能是什么？法人在调节外资的部分，其实并不是看坏这家公司，而是有可能是因为一些被动型的基金，他看到美国股市跌，然后他就会去做一些平均式的减码。他就不只是减码金融，他可能连这个台积电、日月光等等的一些电子的全资股，他也会做减码。但如果他只针对金融股去做减码的话，那有可能就是他们认为说接下来的一个获利的一个趋势是往下做衰退的，例如说持续性的一个降息。但是目前我们台湾并没有看到要去做持续性降息的一个现象，所以呢，对于目前金融股，我刚刚讲说，现在看起来是进可攻退可守，因为我们央行并没有要去降息。对，所以呢，在金融的这个利率维持水准一样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它的一个获利在明年来讲，至少会有一定幅度的成长。那我们先看下一档，再来看一下就是国泰金。国泰金呢，在这一波其实外资是买超的最为明显的，也是一样看到，当外资开始从卖超转买超的时候，它股价开始做起涨。这个打勾勾的是它的一个除息的一个时间点，所以它也是除完息之后，股价再往上就会走高。所以我跟大家报告就是说，如果说你今天你是比较保守的投资朋友，建议你就是等到除完息之后再去做介入，你就这个息你就不要了。但是呢，你会用这个所谓价差的方式，一样会入到你的口袋里面，就是这样子会比较好。会有一个时机点就对了，它会有个相对比较低的价格让你去做买进。那这个买进可能就是我们未来再去做波段持有或者长期持有的最好的一个优势。那口袋名单第3档，中信金跟富邦跟这个国泰的差别，我觉得最大就在于说它的入手价格。因为刚刚那个都是60几块、90几块，这个就30几块，对，而且它的配息这几年都配得非常的好。那而且在最近可以观察到，是投信跟自营商都站在买方，尤其是投信的部分，这边买的非常非常的多。对，那也是一样啊，这边除完息下来，这边低档，我觉得是会比较容易会有低档介入的时间点。后来在跌的这一段，其实就是那个金管会它就是有点 deny， 就是否决了，就是中信金要去做这个敌意并购的这件事情。所以它股价就往下跌。那它股价这边拉回来之后呢，就开始就出现往上，现在就会走高了。所以我觉得操作的一个逻辑跟方法还是一样，基本上都是趁它的除完息之后有低档的时候再来去做介入。
OK， 就是说一开始你如果真的想要真心就是做金融股的话，当然还是要长期的准备。不过一开始要先建立一点基本的部位。这种基本部位，假设说你有100块，你大概会抓几成？像我最近有去一些演讲，都在针对退休族去做一些规划的话，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可能在金融股的这种可能就可以拉高到50%。其他的50块钱可能会留个20块钱或30块钱的现金，那其他的我会鼓励他就是去放这种所谓的高股息 ETF， 因为退休族他们最希望、最渴望得到的、最需要的就是这个稳定的现金流，所以高股息 ETF 我觉得会是一个可以去做选择跟应用的一个工具。是，对，好，那我就不一定会建议他们去买所谓的电子股，因为其实在高股息 ETF 里面。有很多就有电子股，对，有电子股，对，就不需要再去重复的一个搭配。就是也就是说，您对于退休族来说，你觉得不管怎么样，金融股它还是一个是可以放置一个比例的金融资产，对不对？不管是50，或者是你决定不要，你想要这个 ETF 高一点，你这个金融股，但是金融股还是要放一点就是了。对，你觉得你可以观察到不管是刚刚富邦金跟国泰金，甚至说我们像是星光金等等，你可以发现到在他们的一个股价趋势上都是中长期的一个多头走势。对，相较于很多电子股不一定是这样，电子股它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下的区间波动，但金融股比较没有。除非说哪一天也许发现全世界都在大卖超的时候，那一定背后有什么样的国际经济局势的问题。没错，对，那时候我们再看情况。对，非常感谢唯泰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您支持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也欢迎收看我们财讯其他的影片。我们下次见，拜拜，谢谢老师，拜拜。